台北树啊，不假书啊，我没有养过猫，超好了是吗？之类，塑胶类，核能吧，再生能源。经得起核能吗？答案是零啊，真的吗？我还想说还有哎。我们相信，开始去了解是一切改变的起点。环境资讯中心是由财团法人自然保育与环境资讯基金会经营的非营利网络媒体，自2000年起致力于提供全面的国内外环境报道。唯有资讯公开普及，让大众了解，才能参与、讨论与选择。如果没有求知欲的话，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去思考。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环境资讯中心的报道，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因为有求知欲的关系，所以我就找到环境资讯中心，然后刚好真的我好奇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是介绍跟报道。小5的时候做一个水资源的专题，于是我就查许多资料，然后就其中就查到环境资讯中心的文章。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可观的一个数据以及来源，所以老实说就是比较可以信任，它比较深入，然后也体现出一个台湾的现况，不会像课本就是跟你说理论上怎么样。我开始看环资的文章或者新闻，应该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后来也有一些机会参加环资的活动，然后当编辑志工，所以因为这个过程，我知道每一篇文章的产出背后都是经过层层的查核，然后编辑的就是来回的讨论，所以这样也让我对环境资讯中心平台的文章就是觉得它的可信度更高。然后其实对于像就是 NGO 或是我们今天想要办一个活动，我觉得环境资讯中心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宣传的平台，透过环境资讯中心让我们办的这些活动有机会被别人看到，然后可能吸引其他人来参加，甚至造成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只是单向的一个平台跟读者的角色，它其实是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媒介。我相信要解决环境的问题，让更多人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环境资讯电子报和环境资讯中心的文章及内容，那它累积了25年每日发行的内容，那在广度上毋庸置疑，但它也同时成为很多学术研究，像是硕博士论文的重要的参考资料，那也代表了它的深度得到学术界跟研究人员的肯定。因了解而行动并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它可能是需要一个持续的接触相似或相同的资讯，或者关注类似的议题，需要累积到一个能量之后，那它才会真实的触发它的行动。那我想这一个就是环资可以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它除了资料来源之外，那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持续陪伴着大家，然后定期提供资讯，然后让大家可以去不停的反思，然后促成最终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这个社会的难题是累积出来的，所以真正的责任其实是在大人，有掌握资源做决策的这些人。我一直认为我们要把心力放在跟这个社会成人去对话。环境资讯中心的目的就是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环境的珍贵，然后产生关心，跟我们一起来保护重要的森林、海洋跟湿地。知识不是逼迫，而是提供多一种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持续关注没有选票的山林、海洋、土地、动植物。人们因了解而行动，环境因行动而改变。为环境而生的独立媒体——环境资讯中心。